上12个小时的班，每天最少上15个小时。我疫情期间，我20来岁的人，我居然跟火葬场打过那么多次交道。我们没有对不起医院，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可心寒了，真的，我们从来没想过要退缩。疫情我们不怕，你知不知道？我吸着氧在干活，我们就是要干着护士的活，拿护士的钱，我觉得没有过分。中国经济下滑，财政紧张，各地医院出现降薪潮。广州、深圳多家3甲医院医生收入降低30%，甚至是腰斩。北京、上海的医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院降薪这个话题。据医护人员介绍，病人医保报销那部分钱是医院垫付的，医保局本应该随后把钱转给医院，但是中共政府财政紧张，医保局没钱给医院结算，医院就慢慢的亏损，没钱发工资了。有的医院呢，甚至要求医护人员退回疫情期间发的抗疫补贴。通常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工资是由基本工资、绩效奖金、津贴补贴3部分构成的。深圳医生降薪多是降低绩效工资。深圳某3甲医院一名外科医生表示，降薪从24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绩效工资降了50%。这位医生表示，在医院收入主要就是靠绩效，基本工资每个月除去五险一金就都扣完了。深圳另一家3甲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医院已经通知各科室2025年起降绩效，但没有明确降薪幅度。深圳又带头降薪了，3年前是深圳带头给教师降薪，那这一次又是给医生降薪，这次降薪幅度高达30%到50%，不仅是绩效工资降了，保底基本工资也降了。薪资越高，降薪幅度越大，有的医生直接年薪降了20万。这次降薪潮不只是有深圳，全国其他地方也开启了降薪。一名深圳医生发帖说，降薪的风还是先吹到北上广深。今天早上群里就炸锅了，哀鸿遍野，纷纷吐槽收入缩水，封顶1.6万，还咋还每个月2万的房贷呢？真的是只能卷铺盖回老家了。他感叹道，这个冬天真的是有点冷，心冷，开启自救模式吧，给自己铺垫个副业赛道。博主小龙在视频中表示，因为护士朋友告诉他，他们降薪了。我说你咋了？他说我们现在降薪了。其实听到降薪2个字我并不意外，但是我印象里面的降薪就是降个300-500块钱。其实我说实话，降300-500块钱的话对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当时还没当回事儿。结果他后面来了一句，他说我现在一个月到手2700块钱。2700块钱的时候我确实是很诧异的，即使是在一个5线城市2700块钱也是不够花的，因为一个月房租1000，你还剩1700块钱，其实真的一点不够花。女孩子嘛，在外面买衣服呀，或者买护肤品呀，这些都不敢买贵的，一个月1700都是不够的，你还要加上你的交通、你的吃饭、你的生活成本，真的是啥也不够。小龙问这位朋友，既然降薪降得这么厉害，你们医院没有人闹吗？这位朋友说，闹啊，最开始的时候说降薪，大家闹得可厉害了，然后呢，他们医院就开始采取末位淘汰制，就来了一场3级考试，先考医生，采取末位淘汰，最后几名医生直接被辞退了，剩下的人就不敢吱声了。小龙想，因为他所在医院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大医院可能会好一点。然后我又问了我其他朋友，在公立医院，公立3甲，然后我就问他们直接给我说了一句，他说我们现在每个月工资对半砍。什么概念？就是之前一个月可能拿4000块钱，现在一个月只能拿2000块钱的，而且年底了，年终奖也没有了。我当时我就震惊了，就是突然感觉，老一辈人眼里的铁饭碗可能也不铁了，就是随时都会面临着被解雇、被裁员的风险，太吓人了。现在这个钱真的太难挣了。广东一名医生在网上晒出2023年收入，合计是46万585元。2024年的合计收入是26万2316元，对比明细少了近20万元。广州也降薪了啊？广州医院也降薪了？哪个医院？现在就是有个主任说已经下通文了，就是整体都要降，但是不知道降多少。这不是前2天深圳刚降吗？30%。我就觉得如果真的广州开始降的话，
只会多不会少，或者至少都是持平的。你看现在还有人去说什么医护的工作体面，或者是社会地位高吗？没有了。医护什么都赶上了，失业、倒闭、讨薪等等。你看现在很多新闻都报着他们去拉横幅，对吧？有很多地方的2甲公立医院发不出工资了，欠薪。有的医院呢开始申请破产了，搞不下去了，甚至公立医疗机构也开始倒闭了，搞得是人心惶惶的。很多医生都在想出路，有的人想应不应该从公立医院机构离职出来自己做，或者到民营医疗机构里工作。这位博主建议那些想离职的医生朋友们不要贸然出来，不然风险太大。不然的话，你贸然的出来，真的风险太大。现在我们民营医疗机构也不好活啊，竞争很激烈啊。民营医疗机构而且更现实啊，给你提供一个看诊的地方，你没有患者，你也没有什么收入啊，你能熬得住吗？是不是熬不住的？过去来讲，医院是你最大的依靠，今后你的粉丝、你的患者才是你最大的依靠，才是你说话有底气的保障。我们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生，离开平台，就离开你这个公立医疗机构的平台，你能值钱的不多的，就那么几种。一个是顶级的技术大咖，第二个懂管理运营，有丰富资源的。大家去想一想，别的你真的不要想着你很值钱啊，你出来了啊，真不值钱。对啊，一定要明白，竞争越激烈都是这样，竞争越激烈就越需要你有真正的东西。广州、深圳医院降薪了，上海也降薪了。12月7号，一条博文在上海医护人员圈子中关于降薪的话题的讨论，很多医护工作者都回应说，自己单位降薪了，最多降了 80%， 最少降了 15%， 甚至有的医院开始将双休日变单休日，礼拜6也要上班。其中一名上海黄浦区的医生介绍说，自己是2甲医院的，薪水已经降了1/3了，而且明年还有继续往下降的趋势。最近大家都在谈论降薪以及拖欠薪资的一些问题哈，然后我最近也刷到好多医院的同行人员在说他们的绩效是降的非常多了，以前是以万为单位的，现在可能就拿到手的就是几千，甚至几个月发不出绩效，所以他们很苦恼啊，因为落差太大了。上海2医院一个医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医院现在连过年过节1分钱都不发了。周边朋友所在3甲3乙医院系统薪水很多都打了7折了，现在是大环境不好，所有人薪水都下降了，医院咋可能不降？还有的医院倒闭的也有不少呢。这位博主夫妻2人都是医生，双双降薪。我现在的收入水平呢，已经还不起房贷了，需要跟我媳妇儿的拿钱，然后去还我的房贷。我媳妇他们单位呢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实行降薪30%，那我们单位相对来说好一点，降薪30%。一位主治医生称，他原来每个月的绩效在15000左右，现在只能拿到约7000块，总收入也降至1万块左右，整体收入几乎减半。而早在2023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也被爆出降薪，绩效降低了 50%。夜班急诊费从单次130降至65，普通夜班费从90块降至45块。这位博主认为，盲目扩张是医院亏损的一个原因，因而导致降薪。说一个真相啊，医院降薪只是开始，裁员才是25年的重头戏。接下来1年将会有一大批的医护下岗，而且近期已经有多家医院开始拟定名单了，人人自危啊。自口罩以来，21年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进入了一个疯狂扩张的状态，尤其是综合医院和中医院，立项比往年高出了1.5倍啊！拔地而起的大楼刷的在建。但是大部分的医院根本没有考虑到背后的运营的成本的问题。今年官方数据就说了，24年有 62.5% 的医院在亏损，25年还远不止这个数。盲目的扩张后遗症慢慢已经开始显现了，降薪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位博主担心，如此下去，学医的人就更少了。最近有很多医院的负面信息，比如说降薪减员，甚至是倒闭，看到人心惶惶。学医的人更加迷茫，本来就紧张，现在还加上阳光技校3年一改。学医10几年，付出那么大，回报却是越来越少。以后谁还愿意学医呢？10几亿人口的大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医生护士却越来越少。有100万粉丝的博主泌尿外科戚大夫在微博上发帖说，抗疫补贴还能被追回。他在帖子中写道，医院财务科的通知已下发2023年国家新冠 COVID 及中共病毒抗疫补贴的 15.36%， 将在本月个人奖金中直接扣除，再由医院统一打款至政府指定的账户。疫情期间烧到39摄氏度
多还在岗位上的，换来这样的对待，纯纯就是卸磨杀驴。上海青浦医院医生陈沙告诉海外媒体，疫情虽然结束了，而在疫情期间起早贪黑的做核酸，顶着高温烈日去采核酸，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有多少医护人员热晕的？在方舱医院零距离服务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有多少被传染的？有多少得新冠去世的？疫情结束了，现在没人提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些医护人员拿的是疫情期间的辛苦钱。陈沙表示，如果这个钱都要扣的话，那以后谁还敢往前冲啊？最近各医院患者明显增多，很多都是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这波的死亡率比新冠高很多。现在各医院都不说，也不给医护防护服，卫健委也不讲话，这个时候再降薪扣绩效工资，怎么调动人员的积极性呢？舆论普遍认为，这说明中国的财政真的是不行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